嗨哦！越南历史上有多个朝代，像前黎朝、李朝、陈朝，留下了不少古迹。今天阿迪带大家逛逛河内36古街，走走还见，最后去玉山寺、国政寺看看。途中还遇到不少越南美女，甚至还有美人跟我打招呼哦。越南河内是一座充满这个文化以及这个历史底蕴的城市。没错，现在我就是位于河内的这个36行街，也叫36古街。为什么叫36古街？就是因为它从古到今啊，已经是存在了上千年的历史了。真的卖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啊，有衣服的。装饰品啊，衣服啊，裤子啊，布料啊，特产啊，包包啊，应有尽有啊。然后路过这个36古街，这里就看到一个胡志明的一个纪念馆。就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是免费可以观看的，可以看得到卖特产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当地人的一个市井生活，大众市集。到两边都是卖衣服的比较居多，各式各样。你像这种夏天的这种花衬衫，一件是80K 哦，防晒服是150K， 像这种女装的话就是 100K， 漂亮的裙子150，普通短袖呢就是 100K 哦，像这种裤子的话就200K， 还有羽绒服哦350K 哦。带大家看一看这附近的一个衣服的价格，基本上这边的短袖都是100K 左右了，而且在这边的街道上可以看得到哪里都是挂满这个越南国旗的，有可能是刚好他们这边刚好度过了他们的一个庆典嘛。全部都挂满了越南的国旗啊！这附近卖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有卖冰箱贴的特产啊，卖布料啊，卖咖啡啊。这里还有裁缝机啊，大家多久没看到裁缝了？还有街头小吃，饺子、炸虾饼。虽然说是古街啊，但是的话，它并不能说成为一个什么旅游景点，比较像是当地人啊日常购买的一个地方啊。据说啊，这个36古街在11世纪啊，这个李王朝的时代啊，这里呢就比较繁荣啊，就很多师傅呢依照这边有36条那个古街道啊，然后就称为是36古街。买元宝蜡烛的店，还有卖这些毛笔啊。这边就卖那些衣服上的饰品，五颜六色的，挺好看的。两边都是哦。给大家看一下，有卖纽扣啊，
各式各样的纽扣，很好看，漂亮。哇，吉普车真的卖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还有这个按摩啊，199啊，全身脚的话149，哦，卖玩具的。特产的这边还有卖纸皮箱的，这边还有卖玩具的。这里按摩60分钟300K，30分钟就是200K 啊。昨天的话就下很大雨啊，这边的话，越南这边好像经常会下雨，它是属于这个热带雨林气候啊。这边是卖古董的吗？很多陶瓷啊。这边还有卖玩具玩偶啊，大家看七龙珠。这边很多街道啊都是纵横交错，难怪叫36街。这边有很多的这种黄包车啊，人是坐在前面的，他们在后面踩。看到有很多游客在这边，在这个广场以及这个湖的周边啊。还有这个湖啊，大家有看到吧？没错，这个湖呢就是越南河内的一个市中心的天然淡水湖啊，也是河内比较著名的一个地标，也是旅游景点啊，日常休闲娱乐重要场所。就像我们国内那种西湖公园啊，然后在李朝跟陈朝啊被作为滤水湖啊，这个湖啊还用过操练以及检阅水军的场所，也可以叫做水军湖啊。据传啊，越南那个后黎朝的那个开国皇帝啊，曾在这个湖里面啊得到了一把古剑，然后后面呢又把这个古剑啊归还于湖中的神龟啊，就改名为还剑湖，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典故。很多人在这边逛街。刚好呢遇到他们湖边这里有个车展，很好看。真的是男人的聚集地啊！在这隔壁还有一个本田的一个车展，摩托车展，还可以让人家试骑。因为这边呢，开摩托车的人还是比汽车的人多。这是电车啊，这是本田的电车。看到很多人都在这边休闲娱乐，还有卖水果的。大家能看到我后面门牌上一些钟，嗨哦，有美女，搞得到我突然我要介绍都忘了怎么介绍了。美女突然入境，刚刚说到哪里？说到这个。大家有看到我后面这个中文的字吧？它就是玉山寺啊，也是坐落于河内，就是刚刚那个还剑湖这边的一个寺庙。它这个是从李朝的时候就开始建立的，也是到至今也是很久的了。现在的话就带大家看一下。进来的话，右边写着临水登山，一路渐入佳境。左边是写什么？第一个字是什么？看不认识啊，什么元芳如此中无限风光啊！这边有很多游客进来的话呢，是需要给门票钱的。然后这里呢有一个龙虎门啊，虎门这一边呢就写着虎榜龙门上人缘法，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写着宝贵王回吗？国吗？看不，国家真干啊！然后主门这个对联也有啊，什么天上祖师有眼单看心田啊，那什么意思？这里是写的人间文字无权全凭
全凭阴德哦。因为在越南古时期啊，它也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啊，所以的话呢，以前他们也是用汉字的。门票的话是需要5万越南盾。看到一座桥哦，看到没有？玉山寺这边就是写着“豪良信乐子非鱼，夜月晨过仙似鹤”啊。现在我们就过这条桥。这里就是环建湖了，这一条桥啊叫做楼旭桥啊，刚好遇到3位美女在这拍照。Hình áo nét。过来桥这一边呢，就映入眼帘就有一个德月楼啊，上面呢的2个联呢就写着“宛在水中央，不厌湖中月”。这里就是神龟若树啊。就是当年龟环保健啊，你看，真的是环建湖啊，是有典故的。然后这里就写着“楼当明月作湖心”啊。这边呢还有一个专门提供给游客拍照的地方，这边也是可以提供给游客拍照啊。这边呢就有个湖边的凉亭啊，非常的舒适。在这里歇息的话，也有一对对联：天光云影共徘徊，妙貌山容相隐约。好事好事，对吧？所以呢，这个寺庙呢是建于14世纪，带大家看一看他们供奉的民族英雄啊。里面就是供奉这个文昌君帝，还有这个他们的民族英雄。是里面就不能进去拍照，只能在外面了。很多人在这边拍照。这个就是它的全景图啊，大家看一下。这个乌龟是真实的标本啊，很大只，250公斤啊，长2.1米，宽1.2米。然后这边还有一只也是标本，是真实的标本来的。这只的话就是2016年去世的这一只，然后也是重达169公斤哦，然后长是1.85米，宽是1.08米。这湖这边刚出来，这个玉山寺有很多这些大马在练这个扇子舞。Your son go to school, the price is higher or lower? 大概是500万到700万。Oh my god！ 下雨了，下雨了。都下雨都来这里躲雨了。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后面这个黄色的庙宇啊？这个是它的门口啊，没错，我现在就是位于河内最古老的寺庙啊，镇国寺啊。然后这个镇国寺是坐落于河内西湖啊唯一一座岛上的，就是金鱼岛上。然后是建于公元544年哦，至548年间。以前呢，它这个寺呢叫做开国寺啊。这座寺庙呢和越南首个国家就是万春国的诞生啊息息相关的。然后因为它的悠久的历史啊，镇国寺也成为了李成时期的佛教之都，也是现在的一个名胜之地，也是他们的一个地标之一了。现在的话，我们就进去看一看。来到大门这里呢，就写着镇国古寺，然后左边的一个联就写着越南金圣纪方中东土嘛，镇禅觉嘛。然后这边的话就写了镇托古明兰荡漾西湖光会日啊。大家可以看得到，他说本市所有的景物皆由百姓建立啊，所以是百姓的财产。然后这边呢也有很多的
汉字。这里就写着“地传灵地聚花名胜古今”，右边写着“天象西天云水多山海外”哦。这里有座塔，刚数了一下，总共是11层啊。纪念碑嘛，那里是写着“今古永长存，恭随万世与宫殿建成功”。这里写着福党嘛，和沙作福，自然得福。哇，这里就有个重修的纪念碑哦，黄草堡大万年中秋月。这里还写了一个南无阿弥陀佛，这边就是供奉啊神佛的地方了。有很多人在这边烧香拜佛、祈祷的，能看得到有很多游客在这边。镇国寺这里啊，刚看到有一棵菩提树啊，这个是那个当年啊，在1959年那个印度的总理啊送的，就是由当年的释迦牟尼啊悟道师的那个菩提树的那个分支啊移植过来的。毕竟当年的那个佛祖就在菩提树下悟得道啊。这里写的大觉世尊，佛法在世间。这边是写的什么？有认识的吗？不斋什么世觉什么坚决啊？就带大家看完了这个有1000年历史的镇国寺。现在呢，我就因为外面下雨，我坐上了这个越南河内的111站111路的公交，然后他说居然是免费的，我以为要给钱，不知道是他们的什么活动还是节日。刚刚坐了一会，发现没有什么塔是震动，然后不是很吵，然后我问了一下，就很安静，电车的巴士。